所以这台产品的定位非常清晰，它更像一台设计感桌面快充，而不是一台全生态高体验快充。要不要买，核心就看你更看重颜值与摆放，还是更看重兼容与温控，这就是它的最真实取舍。各位大家好啊，咱们测试篇已经把这座海贝斯小房子45瓦的真实表现全部都摊开了。它的外观亮眼，兼容挑剔，温度偏高，曲线不标准。那它为什么会跑成这样？问题出在协议、主控还是散热结构的本身？这一切都要靠拆解来找答案。接下来我们把这台小房子从外壳到主电源，从同步整流到2级降压，层层拆解开，看看它究竟是好看但不实用，还是内部另有玄机。兄弟们，真相就在里面。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我们还是老规矩，用咱们的切割机直接把它切掉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我把这个 PCB 给切开了，我操！这里还有一层。切开以后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内部的充电模块给它拿出来。这个就是它内部的充电模块，交流连接线为一红一黑2根硅胶线。电感这一面是打了散热硅脂的，但是这个散热硅脂没有挨着外壳。这一块则是 LED， 就是映射在这个窗口上面。LED 在这个地方点亮的时候，把这一片全部都点亮，就好像是屏幕的背光的那种原理。充电器内部的散热胶，咱们已经把它清理下来了。内部的构造还是挺复杂的啊。这个是灯光板，中间的初次级隔离片，充电口的小板，然后这一块副板是做隔离用的 EMI 部分的小板，这一块就是核心部分的主功率板。整个充电器加上这个隔离板的话，一共有4片 PCB 构成，还是第一次猜到充电器内部放一个隔离板的啊。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模块，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台海贝斯小房子45瓦充电器内部并不是那种简单的一板到底的结构，它是更常见也更容易把体验做漂亮的路线。前端负责把交流变成隔离后的直流母线，后端再把这条直流母线分成2路，给2个 C 口做独立的电压与协议管理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它的输出文波表现反而挺干净，说明后端的滤波与控制逻辑是有基本功的，但是兼容性却不如意，温度又拉得非常凶， PD 充电曲线也没有跑明白，而烤机又能持续45瓦不掉功率，这些测试表现都说明这套方案更像是把空间和外观优先级拉满。散热和调教的话，就只能用策略去硬撑。接下来我就是按模块给大家介绍，因为这些表现拆开之后，答案会非常的直观。先从这栋小房子的进门口说起，交流电进来的第一关用的是深圳良盛电子的2安250伏慢熔保险丝，这里是整机的第一道防线。良盛电子02年成立，专注保险丝、气体放电管等电子元器件。后面是一个小型共膜电感，再配东莞晨曦电子的0.1微法 X2 安规电容。晨曦电子2014年成立，专注电子元件生产与销售。还有一颗黑色的 NTC 热敏电阻，去压住上电浪涌。整流部分用了一颗4印 MSB 407的贴片式整流桥，没有查到厂家啊。高压储能一共用了3颗，一颗深圳创意新电子的39微法400伏电解电容，加2颗东莞群奥电子的27微法400伏电解电容。3颗电容主打的是体积优先，容量够用。其中创意新电子为小微民营企业，没有官网。东莞群奥电子2008年成立，主营铝电解电容研发与制造。还有一颗插模电感，把插模干扰再压一下。另外还有一颗群奥电子的100伏10微法的偏置电解，负责给主控侧供电。电源的主控核心采用的是安徽东科半导体出品的 DK045G 和风氮化镓方案，它属于高集成度、高功率密度的4路，这样做体积确实能压得很漂亮。45瓦的方案做45瓦的功率，没有冗余，代价就是热密度会更高。
这类没有功率冗余、高起程度小体积的方案是很常见的，能跑但散热温控会成为主线矛盾。主编 i7 这边初级4个引脚带辅助供电，次级双引脚设计，整体就是典型的为小体积服务的紧凑布局。到次级部分，我们先看安规与反馈。这里用的是四川特锐翔科技的470匹法400伏 Y 电容承担初次级之间的供膜信放通道。特锐翔2014年成立，主营 XY、安规电容等被动器件。反馈电用的是南极威盟电子的 ME431基准，配合深圳奥伦德实业的 OR1009 光偶。威盟电子1999年成立，主营模拟集成电路。奥伦德2008年成立，主营光电耦合器及其发射接收芯片研发生产。整流部分也是用的东科半导体出品的 DK5V100R10S 集成式同步整流，双引脚设计，内置100伏低阻 MOS， 目的是用更低的导通损耗代替肖特基。后面一颗创意新电子680微法25伏的固态把次级母线压住，这就是测试片里稳波总体不难看的底盘来源之一。母线稳，后级才好控。双 C 口输出电路，这里是 MSU 控制的2路独立协议与降压。主控 MSU 用的是深圳辉芒威电子出品的4英 A3 开头的芯片。深圳辉芒威2005年成立，主营高性能模拟及数模混合 IC。2路 C 口，每一路用一颗苏海智荣科技的 SW3526 协议芯片，这是一颗多协议快充芯片，集成高效同步降压，支持 PD、PBS 等协议。智荣科技2014年成立，主营电源管理芯片研发设计。2路 C 口降压电路输入滤波共用一组，肇庆锐龙电子出品的220微法25伏固态，加上3颗 M2CC。锐龙电子2015年成立，专业生产铝电解电容的企业。2个 C 口输出各配置一颗220微法固态电容做输出滤波，外加 R2010的电阻做电流检测。这里还有一颗 R2010， 还有就是2个 C 口都没有配置 V8开关管。猜到最后，这台海贝斯小房子45瓦双 C 口氮化镓充电器，结论其实可以用2句话讲清楚。它的设计目标非常的明确，体积和造型优先，而代价也很明确，功率、余量和端口体验都要做取舍。第一点，功率平台冗余不够，温度控制就很难漂亮。它选的主电源平台本身就是面向45瓦的定位方案，你让它长期45瓦满载烤鸡，相当于是顶着额定的上限跑。测试里，它确实能稳定输出不掉功率，但温度几乎就是压着及格线走。这种表现不是做坏了，而是做小了之后必然要付的热账单。如果换高功率的平台来降额做45瓦，但是体积和成本也会立刻上去，小房子就不一定还是小房子了。第二点 ，Type-C 端口实现偏极简，直接影响兼容与充电节奏。你会发现它不是协议芯片选的不行，而是2个 C 口周边的保护与控制做得很省。C 口附近缺少常见的端口保护器件，比如 TVS 和 ESD， 啥都没有。V8通路也没有独立的开关控制，芯片的外围配置极简。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能充也能跑协议，但更容易挑手机、挑生态，而且充电曲线也更容易变保守，或者是直接跑偏。所以这台产品的定位非常清晰，它更像一台设计感桌面快充，而不是一台全生态高体验快充。要不要买，核心就看你更看重颜值与摆放，还是更看重兼容与温控，这就是它的最真实取舍。测试为了了解，猜测为真相，认真车载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载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